我上次看一个大连人拍的短视频啊，然后我看他的口音跟你好像啊。啊，我还有大连味儿吗？王博文吗？不是，就是网上随机刷到的一个，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我一听他那味儿就感觉就是跟你好像啊。像我有一点儿吧，多少？其实我还不是，但是我大连话说的特别好，但我也不完全是大连口音啊，就是我是混合体。就是可能大连人他们在讲普通话的时候，都有一个味儿吧，都有一个腔调。有，确实有。有那个调哈，那个劲儿有点。对，明白。因为我听你跟那个谁霍强讲话，也感觉会有点类似，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啊，我跟他是老乡嘛。对呀，我感觉应该是，就是你们的语调啊什么都会有类似的地方。刚才那个肯他不是聊有一个同学还是什么中南大学的，我想说霍香就是中南大学的啊，他本科就在中南大学。哎呀，都是高材生了，你们这都算不上。对，人家真正高材生那都是在常春藤啊或者清北啊。天，你看这就是人吧，永远是欲望不满足。你们这都名牌大学了，还不行啊？够可以的了。你要在全国范围看，你不要在你们那个小圈子里看。那你在小圈子里的话，你清华北大，那人家感觉都是，那就是最普通的是清华北大的，对不对？这个东西都不重要。对，你说的那些常春藤的那些，你知道他们会跟谁比吗？他们都是看那些什么诺贝尔的呀，什么居里夫人的，就是你懂吗？永远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哎，这东西真没有止境。这个确实没止境。你说真没有止境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想，那些高学历的人肯定不会去跟比自己学历低的比，肯定是看那些宏伟的存在，什么爱因斯坦什么。我觉得就是网上看，就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就往下看的话，你可能看到的都是苦难。是，各有各的悲哀，对不对？对，我明白那种感觉。哎，其实没有人永远在顶峰，或者说在底下，就是在时代面前嘛，我们都是这种，哎，就像自然界一样嘛，有那么小的，也有那么大的，然后都没法比较，就是其实没有可比性，我觉得，没有可比性。就你看，我们虽然都是人，但是人的认知、智力。对吧？包括我们的出身、才情，所有这些东西，其实本质上差距很大的。对，就是天赋点不一样。对，就是甚至天赋的点数都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可能有30个点，我有20个点，那谁有10个点之类的，他可能有100个点，对不对？那像达芬奇那种，肯定就点多嘛。不过我不是特别在意就是先天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后天的，你可以给自己加点嘛。比如说有的人给自己后天加了100个点，有的人后天只给自己加了10个点。就是有点那种宿命论，我就觉得后天想加也好难啊。就是我承认通过努力其实能加一些，包括一些运气成分，但是你说它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吗？我觉得很难。我觉得是挺难的，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动力足不足吧。对，因为你说的对，就是你够不够执着，你够不够有毅力，铁杵磨成针。对，就是有很多出身特别底层的人，他们因为动力很足，他其实也可以达到很高的高度。是，就是你去看这种就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出身贵族的，就很多也是出身底层的。对，
但是那个罗永浩嘛，他说我觉得人与人最大的差距就是智力嘛，就是他说其实这个很不公平，因为如果一个人即使出身很低，但是他的智力足够高，他可以像你说的那样，通过打拼呢，然后一点点把自己对吧给搞上去。但如果说你天生的智力就已经限制在那里了，然后再好的机遇摆在你面前，你都认不出来，你都抓不到的话，其实可能就注定平庸了吧。这个平庸也只是说在某一方面平庸嘛，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学习不好，他可能在别的方向会更好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这不算是不公平吧？就是如果你看的，就是你不要主观去看这些东西，你客观的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他的这个生活其实好坏都是有的，然后。是这样的，它只是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课题嘛，就是就类似于老师给咱们几个小组布置了不一样的家庭作业，就是它都只是作业而已。对，就是你做你自己的，然后好好的去做就好了。对，就是那我们最后达成个共识吧，就是每个人的上限和下限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人他绝对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接近自己的上限。我觉得这个上下限，你首先你先得限定一个领域，比如说你限定在学术成就，那肯定每个人学术成就的这个上下限是很不一样的。是的，对，就是如果我说的是宏观来看，我觉得就是它是没有这种就是优劣这种差别的，它其实只是种类不同。或者说是，或者根据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吧。对对，他自己觉得好，其实那就是最好的。他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他的好到底有多好。其实这个我是认可的，就是你看有的人寿命很短嘛，对吧？可能就是10几20岁这种，那你也不能说他这一生是没有价值的，对吧？他这一生可能也非常的快乐精彩，然后也不能以长短来定输赢嘛，对吧？对，就是包括有很多人他会说，成功人可能很焦虑，非常的那个竞争压力特别大，或者是也是非常痛苦的。其实我们无法想象别人的生活，你懂吧？就是那也分什么样的成功的人呢？不可能每一个都那么焦虑那么痛苦啊，那不可能的。对，而且那就像说普通老百姓或者说很贫穷的人，那他就一定是痛苦焦虑的，也不成立啊。对，这些都是不成立的，就是它只是我们片面的想象。是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些心理安慰，可能会觉得别人比我有钱，他应该过得很痛苦，其实不是这样的。或者说我们觉得，穷的人他可能在生活上过得很幸福，对物质可能不是那么有那么大的欲望，其实这都是我们的想象，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是这么说的，就是如果限定在某一个方面，它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总体来看，其实是公平的。就是如果你非要限定在金钱，或者限定在这个学术，或者说限定在音乐这个特定的领域，那肯定对每个人都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你宏观去看，其实是公平的，只是说每个人处在的阶段不同，还有每个人他的任务不同。我觉得就是人还是有一个整体福报值的，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很多层面嘛，就是去整体的看人生，不要特别片面、特别狭窄的去看。但是我觉得就是人整体的福报其实还是有的，就是比如说寿命的长短啊，人生的经历、身体的健康，然后你的这些什么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健全呢？之类的吧，这些综合来看，我觉得它是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像佛教讲的这样一个福报的一个系统，因为咱也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完全放在天平上都是对吧？平衡的，就是可能它是有群体性的，就比如说我和谁谁谁的福报差不多，我们的各方面都不会差太大，就这种感觉。
但是你要是说，一些极端的或者说很个体人化的那种案例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就是不符合常理的。就比如说他各方面都很就是让你觉得真的是挺不错的，这种也是有的。然后他的性格呀，然后他的什么这种满足感啊也不差，对吧？不见得每一个厉害的人都是很坏的吧，对不对？就是但是也不见得每一个福报不好的人都是很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上的福报还是有的。我觉得福报这种观念，它其实是就是那些宗教它定义出来的。它如果没有这种比较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给它，你的相当于你没有一个追求的方向了。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就是安然自得的，他是需要一个牵引力的。就类似于如果你不去追求世俗上的成功，你可能就去追求别的东西。就是你总得追求一个东西，或者说被一个东西所牵引着，你才能生活。就很多人他是不能自处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对，就是，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修行领域，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像福报这种，它还是属于这种世俗层面的吧。我觉得，就是修行人他修的是定力嘛，定力其实就是不被外界牵引的这种能力。对，因为我感觉有些人真的就是你一看就能感觉到福报很大，他的身体很健康，然后他的各方面吧，就是给你的气场的感觉，他都是比较完整的。然后有一些人我就能感受到他其实从他的内心上的一些缺失，到他的一些信心啊各方面，然后包括他的能力、他的智商啊，所有这些方面吧，然后包括他那个负面的状态，就是他会被负能量笼罩着那种匮乏感，然后会不停的去抱怨，然后就是不是那种为成功找方法的人，是为失败找理由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就能感觉到实际上就是他的福报不够，一个是自身能力和个性有关系，再就是他就是他没有办法把握这个世界所赋予他的所有的机会，所以他想要的那个结果是很难得到的。我可能把这种就理解成福报不太好，因为他的目标总是和他的现实吧，就是差距很大。这种，你要是说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很自洽，觉得自己过得也很好，生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福报，对吧？可能也活到80多岁，这个也是很好很完整的一个福报。但有些人我感觉是带着很大的执着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体会那种匮乏，就类似于说佛教说，就是他就像是恶鬼道的众生一样，他就是来感受那些所有得不到的那种空虚感、不满足感。我觉得这些东西你说的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跟我讲的就是聊的那个平等的概念啊，它其实不在一个层面里边。就是我说的这种平等可能更加的就是广。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有的人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状态，有的人看起来就是生命力萎缩，或者说是非常消极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两种方向吧。就像乐观的人他会一直乐观下去，悲观的人会一直悲观下去，就是也算是就是不同的修行课题吧。我觉得如果放在平等的层面来讲的话，它也是不同的修行课题。就是你的站在一个很广的角度，就是负面的人他在感受负面，这个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他提升啊，或者说某一个阶段的一个课题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就是说站在整体角度来讲，一切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是这样。看你怎么来定义这个价值和意义。我觉得就是非常纯粹的去考虑这个价值意义，我觉得这个世界客观来讲是没有价值和没有意义的。就是价值和意义是人为赋予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
不是说就有一个东西是好，或者有一个东西是坏。它只是一堆情绪的流动之后产生的东西。我觉得你这个心灵的状态还是非常自由，挺好的。就是这个感悟挺不错的，你的心灵应该会比较就是平安一些啊，喜乐一些，在这种观念下引导的啊。哎，那个肯来了。对，我刚刚有一个电话啊，没事。对，说我们怎么一下子都掉了？一下子所有人都掉了啊？对呀，突然就是它显示的是主持人停止了会议，结束了会议太不好意思了，我可能我当时是想先退一下，然后再点进来，但是不小心点成了结束会议。应该是你建的房间，所以你一退就整个就关掉了，应该是这样。对，可能是这个原因。太那倒没有，那倒没事，对，也没几分钟，对，没剩多长时间。对你，然后对你前面就是聊到了那个平等嘛，我觉得确实，就是人他在物质层面，对不起，物质层面是不平等的。我是南方人，对，然后再包括他那个社会啊，所谓的那个阶级地位这东西确实存在的，但是精神上其实是平等的。对，之前你有说尊严上是平等的，我特别认可这个观念，就是尊严一定是平等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平等的个体吧，就是至少人类来讲，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观念，就每一个人不管他高矮胖瘦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应该去尊重他。就是尊重是开展一切的前提，不管是你要跟他敌对关系也好，还是要跟他合作也好，其实都需要尊重。就是没有尊重，你就跟他做对手，你都做不好。就是不是说我们只尊重那些对我们有利的人，就是就算是我们的仇人和敌人，我也需要我们的尊重。就是它是开展一切的一个前提，就是没有这种心态的话，你是处理不好这些事儿的。是一种境界吧。你可能是觉得这个事儿会，但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种灵性的直觉吧，就是你还会觉得这些人跟你是平等的，然后你相当于是灵性上的一种尊重，就是我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这种想法不是很分裂的，其实是比较就是团结的吧。因为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去唾弃一个罪犯呢？或者说虐待一个犯了错的人呢？就是这本身也是错的呀，这种行为。像那个饥饿游戏最后那个一幕，他们最后起义成功了嘛，推倒了那个统治者，但是他们的领导者最高领导人想宣布开启一个新的饥饿游戏，然后让这些之前的贵族领导者们去玩，然后取悦于他们。然后主角直接就一箭把这个领袖给射死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写的太对了，这个剧情就一定要是这样的，就不允许有任何人以任何的理由再去伤害别人、虐待别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风气问题，就是人就像善恶一样，就是人其实出生以来他是没有善恶倾向的，那可能灵魂里面也可能会带一点啊，就是但是多的来说是没有的，就是身边的人如果影响他，就是他就会怎样，就是跟着好人的这种氛围，他可能就会变得很好，跟着坏人的氛围，他可能会变得很坏。就像那种我今天还看一个视频，就是讲有4个少年吧，他们因为阴差阳错就是被困在一个孤岛上了，然后他们通过这种团结协作，然后互相帮助，然后过得还不错，甚至给自己修了房子，弄了很多美食，然后还有很多体育运动，还有很多这种社会生活去开展，然后过得还美滋滋的，然后最后呢也被营救了，就是被路过的这种船只发现，然后营救了。然后但同样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银王》那个小说，它里边也是讲一群小孩因为
飞机失事了，然后这群小孩呢，他们因为是飞机掉海里了，然后这群小孩活了下来，他们也是游到了一个岛上，但是他们在这个岛上呢，就展开了一场屠杀，就是小孩之间进行了一场屠杀，就是结局非常恐怖，非常悲惨，就是他们都是小孩，但是也都是到岛上，但其实因为不同的这种观念，或者说不同的这种带头人，就导致两个人群走向了两个极端，就是一个走向幸福美好的生活，另外一个走向就是互相厮杀，互相争抢资源，甚至为了争抢资源去杀死自己的同伴，甚至去吃掉自己的同伴，就很恐怖了。就是人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它就是不太好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被引领的不好，就是如果我们能从下一代，或者说从一开始去塑造我们的这些未来的这种风气的话，我觉得人类也可以过得很幸福很融洽。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人类一开始可能某一个人就是类似于鸡生蛋或者说单身鸡一样，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也是有一点随机性的，就是我们随机到了一个风气比较差的物质世界，我是这样认为的，或者说风气比较坏的世界，就是类似于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个世界被撒旦给掌控了，我们这个世界被一群恶魔统治着。我觉得从客观上讲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不是说所有人或者说所有的社会产物都是坏的东西，只是说他们现在占据了上风，我是这样认为的。是。就是每个人都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其实是没有好坏的，只是说由于引导吧，有的人可能去引导去做一些很坏的事情，比如说像你说的去攀比啊，去残害对方啊，去以大欺小啊，但可能也有很多人会选择去帮助他人啊，去建立一个友善的氛围啊，就是看人怎么来选择了，就是每一个人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社会风气。不说整个社会吧，就是说一个班级也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班级有一个好的带头人或者一个好的风气的话，可能学习也好，然后同学之间也团结友爱。但是如果你让那些坏学生占据了上风，让他们去带领这个风气，那只能江河日下了。对，在认知不是很明确的团体当中，其实风气是比较重要的。但如果说都像咱们这样个个都是人精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容易被误导被影响，就是可能就是跟人的认知层次有关系吧。足够清醒的人，我觉得你去引导他做什么，他都不会太受影响的。但是问题就是绝大部分人都不是的，社会的人是比较麻木的一种状态，对，都是跟风的，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一种状态，所以其实非常容易被煽动被影响。对，所以我就想到了那个法国大革命嘛，它其实就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只不过发生在1777年，然后当时整个法国好像也是有上百万人被屠杀，然后就是也是那种很狂热的状态嘛，说要杀光所有的贵族，一言不合就把别人送上断头台。好，然后我们当时不是学历史的时候会说，哎，怎么，然后就是拿破仑，或者说当时法国革命党人嘛，那共和派的，他一革命，然后怎么欧洲其他的国家都联合起来要搞反法同盟，然后我们就在想，哎，那这关其他国家什么事情？你要革命，我只在法国革，但实际上，Neil你知不知道？我不太了解，你讲吧。他是不是想输出革命啊？
对，也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是打仗呢都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事情，他们要打仗的时候，那都会花很高的那个价格去请一些雇佣军，或者请一些骑士军人，那些东西都是那个就是日费斗金的。好，然后呢，但是就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嘛，他们就是相当于来发生的就是有了那种祖国的概念啊，然后甚至说抽象嘛，祖国母亲。然后当时法兰西是抽象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她是法国的那个人格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嘛，就是规定所有的老百姓啊，那我们都得有义务要成为义务兵，去为那个国家而战，要为国家而战。那样子的话，就相当于开挂了，而且他是要推翻那些就是封建阶级嘛，就是像藿香所说的输出革命。那其他你把国王送上断头台，那他们那些欧洲的那些贵族，他其实都是互相之间联姻的，而且那打仗的话，那就打不过法国，因为法国它可以源源不断的免费的来征兵，而其他那个国家呢，他要征兵的话，那他就得还是像传统一样花很多钱，那这就有点像我们，比如我们先是几个好基友，然后一起互相之间先是闹矛盾嘛，以前闹矛盾只是小打小闹，结果突然一下子，其中有一个哥们儿，他相当于他就变成僵尸了，整个就是变异了嘛，或者是被那个什么弓形虫感染，然后整个人成了僵尸，然后他战斗力爆表，那其他的人那也可能会放下所有的那些小打小闹，然后一起来对付那个被感染的僵尸的那个人，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喂，哦，听得到，听到。对，我突然搞忘记了为什么突然聊到这个。对，我们也没聊什么，没事儿，就是我们的话题已经开始变得很随意了。啊，都不知道聊什么。这样子就是我们的话题已经开始变得很随意了。啊，都不知道聊什么。我想起来，就是因为刚刚 Leo 他说，就是会觉得这个社会它是被一个撒旦所控制。我觉得，反正其实我们就是肉眼凡胎的话，有时候也挺难看清真相的。但是不管就是什么时代吧，就是或者说所谓的污浊恶世也好，但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保留那个纯真，保留善良。那哪怕是那些就是或者说枪口抬高一寸吧，等我们拥有了那杆枪的时候，那也会变得稍微美好一些。对，就是无论在恶劣的环境，你是可以建立自己就是美好的小圈子，这是没问题的。这个撒旦什么的，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它并不是说真的有个撒旦什么的。它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啊，我不确定。就是说，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些坏的风气好像越来越多了，就是比好的风气似乎要更胜一筹。我这样觉得，就比如说这种，就是物质至上啊，或者说这种就是道德沦陷的这种事儿，就是太多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它好像已经比这种幸福美好的事儿要少一些。我这样觉得，就是社会生活是这样的，但是并不代表你自己的生活，你可以营造一个自己的幸福美好的小天地，都可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社会的风气不好。只是基于我个人的判断啊，其实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去详尽的去做一个专业的调查或者怎样的，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吧，可能也不准，就你的主观感受。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世界是无可救药的吧，我是觉得，因为无可救药的是人的观念和思想，我觉得这个东西似乎是动摇不了的，就算是那些可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然后现在的人也逐渐走向协作和谐，对吧？这种
全世界都是一个这种大的市场嘛，然后战争什么这种还是存在，但是程度上已经比之前要减轻。但是我觉得人的那种固有的思想，包括我们的认知，还有对这个世界赋予的过多的意义，我觉得就是一直在毒害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就这个毒害的方式，最可怕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不知道实际上自己在被毒害。就是所以我刚才引入那个话题，就是说无意义的世界令人恐惧嘛。就这句话可能相当于一个敲响了一个警钟。他在反问我们，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赋予那么多的意义，我们没有想过其实很多的恐惧是来源于你自己的这种赋予嘛。就我们没有这种思考和认知，然后就使得自己其实很被动的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事物，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心其实交出去了，不再做自己心灵的主人了，我们再把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东西跟自己的心捆绑上，然后让这个世界去做我们的主人。对，这个就跟你融入到一个团体当中是一样的，就是你把自己的价值感和荣誉感都赋予这个团体，然后你自己好像就是无所谓了。你不太在意自己的感受了，你非常在意团体怎样。就像是传销组织一样，人已经彻底的迷失和疯狂了，没有丧失自我思考能力了和判断能力。然后我就在想，其实因为就耶稣一直在讲，就是人就是多么的疯狂嘛，或者小我这个心智是多么的疯狂。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到底哪儿疯了呢？我怎么疯啊之类的？就是我会觉得，那我觉得我挺正常的。但是通过他引入这个概念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去观察，其实会感觉到一些自己的所谓的疯狂之处。这个疯狂之处呢，它其实加引号嘛，就是其实我们过度的去在乎外界的这种给我们的回馈反馈，包括价值的定义，就包括之前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总在别人身上去找到自己的这种认可呀、美好的这种投射呀，然后我们就会很痛苦，因为别人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别人的认知和各个方面吧，可能他心情不好，对吧？你跟他打招呼，他可能不搭理你，这种都是有可能的，可能没有什么原因，对不对？但是我们把自己的这种心灵的感受交到外界之后呢，我们就变成一个概率游戏了。所以可能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玩的这场游戏的风险有多大，然后就直接就入场了。然后可能有的人心灵强大一些，他能扛得住；那有的人可能脆弱一些，他就受不了了。传销不就是这样吗？对，就是可能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找错了主人，就是放错了位置吧。对，有点这种感觉。就是自己的内心不够满足，然后他无法从自己内心去获得这种满足感，他需要去寻求别人的认可，寻求别人对他的赞扬也好。就是我觉得对于这种人啊，我见的太多了，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多读点书吧，或者说多静下来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就是不要每天就特别那种跳腾闹腾，跟着外界的一些东西去跑去跳。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觉得这种人可能也是因为他还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吧，就是也是保护的比较好，或者说是还没到那个阶段。我觉得人一旦受到伤害之后，他就会去向内看，或者说是去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受到伤害，如何去避免。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就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获得幸福或者获得价值，其实是来源于我们内心。我们把这些东西太寄托在外部上面，其实它是一个冒险的，或者说是不可靠的，不可靠，或者说概率游戏。
不只是一个概率游戏，甚至还是一个你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就是对，因为外界的东西它是会不断消亡的，它是变化的，对，变化的。其实我们的心如果想要获得定力，它一定是要向内看的，而不是去向外去寻找这种稳定或者说定力。就像有一些小女孩，有的女生嘛，她想那个谈恋爱的时候，比如说她暗恋哪一个男生，然后每天就是在想，哎，他什么时候回我，什么时候回我消息，然后去看人家朋友圈。但是这样子的话，那是就像你们说的是不确定的嘛，那不如把他这个专注力回收到他自己本身，他首先他变得足够自信，然后足够爱他自己，然后自然而然的会散发出更加强大的一种吸引力，一种魅力，然后就会吸引到他的正缘嘛。对，这种一般就是属于比较年轻一点的，他可能对爱情啊，或者对人与人相处都还没有这种距离感嘛。就像我之前说的距离的那个话题，就是他没有受到过失败或者伤害，他会跟每一个人都会自来熟，或者说对某一件事儿他都不会去留心这个距离问题。这也是一个经验上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只是某一个阶段的现象，就是问题也不大，只是说就是还不成熟。对，只是还不成熟而已。比较幼稚。我感觉就是其实人要有一种胸怀，就是能要接受你喜欢一个事物，但是你可能永远得不到它的这种胸怀，就是不是你喜欢的你就一定要去拥有的，这个可能是两回事儿。因为喜欢和拥有其实第一个是一个审美问题，拥有的话是一个能力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机缘的问题。对，它其实是两件事情。但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觉得我喜欢了我就要有，那如果我没有的话我就痛苦。其实这两个逻辑它俩不应该搭在一起。就是喜欢欣赏那是你的审美，但是能拥有什么这是你的能力啊，或者说你的本事，或者说你的缘分。有的人他想拥有一个东西，他其实不是真的喜欢，他是想要去攀比，或者说想要去炫耀。那这种我觉得更可怕一些吧，就是对他甚至都不是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别人灌输给他的一个概念而已。我觉得这种挺常见的，就比如说那种广告宣传或者那种时尚潮流，它其实都是这样，它就是利用人的这种对心理嘛。对，确实是这样。这种就是更没有定力了，看别人背个什么包我也必须也得有，其实他可能也欣赏不了那个包本身好在哪里，对，美在哪里。那这种其实就是更属于盲从吧，这种其实太痛苦了啊。对，包括有的人，如果你看他发的朋友圈，你感觉他好像是在谈恋爱，炫他谈恋爱，但是其实他其实爱的是他自己。他认为就是有一个那个完美的伴侣，那是他的一个加分项，然后给他炫耀出来。对，朋友圈这个东西倒觉得挺害人的，就是它提供了一个很便捷的一个大家去炫耀的一个方式嘛，对吧？但不见得都是炫耀，但是确实也提供了这种比较，太方便了。都有两面吧，这些东西，它毕竟只是一个工具。是的，万物皆可晒嘛，现在就是。但好像还有一种，如果有人他是要做生意的话，他会发一些他卖的一些货呀。对，那我觉得那个还行吧。这个就是如果有人需要的话，那自然的就会通过他朋友圈，然后去联系到他。但是如果是说，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
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